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，个体户，出道20年以来一直都是自己单干。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遍地都是大公司捧出来的流量明星，可偏偏有个人20年没签过一家公司，愣是靠自己混成了国民闺女。她就是谭松韵，一个长得甜美，看着像邻家小妹的演员，硬生生在资源为王的地盘上杀出一条单打独斗的血路。我乍一看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但细想又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毕竟这圈子里没后台还能站稳脚跟的多硬核啊。2005年谭松韵刚出道时，就是个来自四川的普通妹子，没背景没资源，啥都得靠自己。那时候她在北京租个小破屋，挤地铁去试镜，演的都是山菊花这种地方剧的小配角，片酬少得可怜，没公司包装，连个像样的宣传照都没有，机会全靠自己一双腿跑出来。想想同期那些有团队伺候的新人，真是天壤之别。可他愣是咬牙挺过来了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，我看着都心疼又敬佩。谁还没个低谷呢？但能从泥里爬起来，真的不容易。坦白讲，谭松韵单干的最大爽点，就是钱和自由全攥自己手里，没公司分账，拍戏、代言赚的银子，扣掉点成本，基本全进自己腰包。哪像签约艺人，辛辛苦苦拍部剧，半数收入的被公司抽走。更牛的是，他挑剧本、选角色，完全自己说了算，不用为了商业利益接烂片。从《甄嬛传》的纯贵人到最好的我们的耿耿，每个角色都贴合他气质，演得让人挑不出毛病。这种自主权，多少艺人羡慕的眼红啊！我觉得吧，能自己当家做主，确实是种无敌的爽感。单干也不是啥都美滋滋，最大的坑就是资源不够硬。像顶级奢侈品代言、国际大牌合作，谭松韵明显比不过有大公司撑腰的顶流。没专业团队去谈高端资源，商务谈判时也常吃亏。2022年某时尚杂志封面机会，据业内消息，他就因缺乏强力后台而错失。再加上宣发、危机公关全的自己搞，压力山大。说句实话，我看着都替他累，但这也说明单干的有真本事，不然早就被挤下去了。谭松韵也不是真一个人在战斗，他背后有个神队友经纪人方小叶，这俩人关系铁得像亲姐妹，10几年一起风里来雨里去，方小叶管行程、谈合作，啥脏活累活都扛。圈里人都说他们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典范。尤其在谭松韵低谷时，方小叶始终陪着，简直是精神支柱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种信任比啥合同都值钱。小团队虽小，但效率高，感情深，比大公司那些勾心斗角强多了。谭松韵还有个特牛的地方，就是不玩流量那套虚的。别人忙着上热搜、炒 CP， 他就老老实实拍戏，曝光全靠作品说话。以家人之名锦衣之下热播时，观众都在夸他演技扎实，路人缘好的一批。某影视数据平台2022年统计，他的剧集播放量稳居前列，全靠实力圈粉。他几乎不参加真人秀，也不搞绯闻炒作，简直是娱乐圈一股清流。我觉着这种专注作品的态度挺让人舒心的，毕竟现在流量为王的套路看多了也腻歪。没公司培训咋办？谭松韵硬是靠自己野蛮生长。他早年没少自学表演，啃书，看前辈的戏，反复摸角色。据他在2016年某访谈里透露，演《甄嬛传》前，他花了好几周研究人物，连走路姿势都练了上百次，还自己学怎么跟制片方谈合作，咋管理形象。
这种自学成才的硬核劲儿，直接让她从配角熬成主角。我觉得吧，这份努力真不是盖的，证明了没资源也能靠脑子和汗水翻身。谭松韵的粉丝源也是她单干的一大法宝。她在微博啥的经常晒拍戏花絮，聊点生活小事。2020年以家人之名热播时，她还亲自回复粉丝评论，亲切的像邻家妹子。没公司刻意造人设，粉丝信她，觉得她真实。代言也多选国民品牌，像2019年某个乳制品广告，她的甜美形象直接拉动销量，效果杠杠的。我觉着这种接地气的风格，恰恰是她商业价值的核心。高端不高端不重要，贴近老百姓才真香。说起谭松韵的抗压能力，我真的竖大拇指。2016年，她妈妈因车祸去世，那段时间她整个人都垮了，但硬是没停下工作，照样跑《旋风少女》第2季宣传。2021年访谈里，她提到过，单干让她学会自己扛事儿，也更珍惜身边人。这种从人生低谷爬起来的韧性，直接反映在事业上。2022年请叫我总监又大火，证明他心态稳的一批。我看着都感慨，生活再苦，他都能咬牙挺过去，内心的多强大啊！谭松韵这20年单干路，硬是靠自己闯出一片天，告诉咱普通人，没背景没资源，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。艺术人生之川渝人物谭松韵。刚入行时，有人说小姑娘娃娃脸演不了主角，我心里默默说也不一定吧。后来我演上了主角，我记得质疑，记得鼓励，我将永远保持热爱的初心。30而立的立和年龄无关，只要我准备好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双引号。以上坦言，正是被誉为童颜女神和人间的扫地机的影视演员谭松韵。她30岁爆火，靠实力出圈。那么，她又有着怎样的演艺历程呢？谭松韵曾被嘲笑娃娃脸演不了主角的天赋型演员，她也是出道多年历经波折，终于大火的实力派女星。不炒 CP， 没有绯闻，30岁的年纪出演少女毫无违和感，自带少女滤镜，又被称为小鲜肉收割机。谭松韵是一位出色的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，她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令人瞩目。她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，因2011年在清宫剧《甄嬛传》中扮演方纯义一角而受到关注，但这个角色并没有因为电视剧的爆火而给她带来名气，以至于后来几年都在跑龙套。直到2015年的《旋风少女》中出演呆萌可爱的范晓莹，当时的迎风 CP 俘获了不少观众的心。她曾获得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最具潜力演员、第2届金海鸥亚洲新媒体电影节网剧最佳女主角奖、第29届华鼎奖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等多个奖项。谭松韵的表演风格自然、真实，她能够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状态完美地呈现出来。除了出色的表演技巧外，谭松韵还有着非常好看的外貌。她拥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张精致的脸庞，让人不由得为之倾倒。此外，谭松韵还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和穿搭风格，时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穿搭心得和日常生活。据成都路透社了解到，谭松韵昵称小谭、晶晶、小松鼠两小姐1990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小时候的谭松韵就非常喜欢舞蹈，11岁那年进入四川舞蹈学校学习古典舞和民族舞，15岁就开始接触表演。她小时候就特别有艺术天分，与其他小朋友在一起也非常显眼。少女时期喜欢上了《还珠格格》里赵薇饰演的小燕子，便一心想当演员，后来考了2次才考上了北电。谭松韵
出生于四川泸州叙永，从小就喜欢看书、跳舞。2001年，谭松韵到四川省舞蹈学校学习古典舞和民间舞。谭松韵就读于四川舞蹈学校，文化课落下许多。在舞蹈学校最后1年又去补习文化课，但中途又去拍戏，最终以四川大学专业课第4名，文科课差20分没能考上四川大学。第2年复读于2007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。2005年，谭松韵拍摄电视剧《好好过日子》开始接触表演。2007年，谭松韵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2008年，谭松韵拍摄电影《5.12汶川不相信眼泪》。2009年，接拍青春军旅剧《我的燃情岁月》，在剧中饰演温婉善良的小妹一角。2010年，谭松韵首次尝试情景喜剧，在中国版搞笑一家人中饰演有着特殊身份的高中生蒋贝迪一角。随后加盟都市情感剧《幸福攻略》，形象乖巧的她扮演叛逆倔强的飞一角。同年，还在郑晓龙执导的清宫剧《后宫甄嬛传》中出演可爱单纯的纯儿一角。2011年，谭松韵接拍电影《梦回鹿鼎记》，饰演穆建平一角。2012年，谭松韵拍摄陈凯歌执导的电影《搜索》，并在多部影视剧中出演角色，如林师傅在首尔中的全锦绣民国警花中的女警花5月一角，金太郎的幸福生活中的童童一角等。2013年，谭松韵与刘德华、林志玲等拍摄电影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扮演双子座魔女一角，随后与郭富城、孙红雷等合作电影《全民目击》。2014年，谭松韵主演电视剧《大当家》，饰演单纯直率的桂花香一角，随后与宋丹丹合作出演电视剧《幸福请你等等我》，饰演宋丹丹的女儿和朵朵一角。2015年，谭松韵主演电视剧《孙老倔的幸福》，饰演欢欢一角。1月5日，谭松韵荣获凤凰娱乐年度策划我们还有信仰年度演员。4月，参演电视剧《旋风少女》，并在剧中饰演古灵精怪惹人爱的范晓莹一角。12月11日，主演的校园清新喜剧电影《最美的时候遇见你》上映。2016年4月8日，由谭松韵主演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校园青春网络剧《最好的我们》在爱奇艺播出。她在剧中饰演乐观大方、热心体贴的耿耿一角，并凭借该剧获得2017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最具潜力演员奖。7月，谭松韵主演青春励志电视剧《旋风少女》第2季。8月12日，谭松韵参演的爱情电影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上映，她在片中饰演性格爽朗的二喜一角。11月，谭松韵在都市爱情剧《特化师》中饰演个性率真的化妆品销售陈真。2017年4月5日，谭松韵主演的青春萌系爱情偶像剧《狐狸的夏天》播出，她在剧中饰演服装设计师黎燕舒一角。同时，她还为该剧配唱插曲《亲爱的》，并凭借该剧获得第2届金海鸥亚洲新媒体电影节网剧最佳女主角奖及第2届金咕朵网络影视盛典最佳女主角奖。5月30日，谭松韵举办小幸运生日粉丝见面会。7月30日，领衔主演的青春励志偶像剧《浪花一朵朵》播出。其在剧中饰演拥有正义感的记者云朵一角，并为该剧配唱主题曲《爱上你的好天气》。该剧播出后收视率多次破1，之后因该剧在 InStyle iLady Icon Awards 年度偶像盛典获得年度人气女艺人奖。11月20日，谭松韵凭借《最好的我们》获得2017首届中国银川互联网电影节最佳互联网网络电影女主角奖。11月25日，谭松韵参加浙江卫视演技竞演类励志综艺《演员的诞生》。2019年1月跨年当晚结束后，谭松韵妈妈遇车祸抢救20多天不幸去世。2019年12月28日，
谭松韵搭档任嘉伦主演的古装爱情悬疑剧《锦衣之下》在芒果 TV、爱奇艺播出，在剧中饰演六扇门小捕快员金夏一角。该剧播出期间，豆瓣开画就获得 7.5 分，长期占据微博电视剧榜第1的位置。谭松韵其个人则凭该剧连续1个月位于寻艺艺人新媒体指数前5，并多日寻艺新媒体指数破9。他饰演的袁金夏获得观众一致好评。2020年1月6日，谭松韵出席精品风格盛典，获得最受关注女演员奖。5月31日，谭松韵发布首张个人 EP 先行原创单曲《我在》，歌曲由谭松韵亲自包揽词曲创作。6月12日，谭松韵搭档欧豪、王子璇主演的民国传奇剧《民初奇人传》在爱奇艺播出，在剧中饰演一阳行行守寡道人溪水。8月10日，主演的青春成长治愈剧《以家人之名》播出，在剧中饰演古灵精怪的木雕师李尖尖一角。9月15日，谭松韵获得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观众最喜爱女演员奖。10月20日，由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7届中国电视好演员网络投票结果公布，谭松韵获得中国电视好演员、优秀演员网剧组女演员。10月22日，谭松韵主演的年代情怀剧《亲爱的麻阳街》在优酷播出，剧中饰演麻阳街大姐大马小小一角。11月，谭松韵在《时代报告》剧《我们的新时代之因为有家》单元中饰演大学生村官黄思琪一角。12月10日，谭松韵在第17届 MAHB 时尚先生盛典获得年度突破艺人奖。12月28日，第29届华鼎奖谭松韵凭借《以家人之名》和《锦衣之下》分别入围了观众最喜爱的10佳演员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以及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3项提名，并最终获得观众最喜爱的10佳演员和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《锦衣之下》。12月31日，参演央视跨年盛典启航2021。2021年1月1日，谭松韵获得安徽卫视2020国剧盛典年度青春飞跃女演员《以家人之名》，并与白敬亭合唱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》。1月20日，谭松韵获得第5届金箍多网络影视线上盛典年度最佳女演员。2月26日，谭松韵与钟汉良合作主演的古装剧《锦心似玉》播出，在剧中饰演清雅大气、温婉贤淑罗十一娘一角。4月16日，与罗晋、钟楚曦等合作主演都市情感电影《8月未央》上映，在片中饰演小乔一角。5月4日，其参演的系列短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开始播出。5月21日，谭松韵提名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。同年，参加综艺《奔跑吧》第5季。2022年1月25日，谭松韵参加中央电视广播总台2022网络春晚活动，表演节目《New Boy》。同年，谭松韵参加的原创声音互动陪伴真人秀节目《朋友，请听好》第2季播出。3月4日，谭松韵参加的暖情互动挑战类棚内综艺节目《王牌对王牌》第7季播出。4月29日，谭松韵与林更新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轻喜剧《请叫我总监》播出，她在剧中饰演从小到大梦想成为投资人的柠檬一角。2022年10月7日，谭松韵在中国青年报制作节目《家乡这10年》，讲述直舵到掌盘江洋两岸的10年记忆。10月10日，谭松韵参演的电视剧《我们这10年》播出。10月，谭松韵主演的电影《再见》里可乐成都戏份杀青。11月6日，谭松韵参加第14届金鹰节颁奖晚会。12月26日，谭松韵与王凯领衔主演的都市励志剧《向风而航》播出，谭松韵在剧中饰演飞行员程潇一角，而她也为该角色演唱了人物曲《Like Shining Star》。2023年1月22日，
谭松韵参加2023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表演歌舞《时光中的家》。1月23日，谭松韵获得 CMG 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突破男女演员荣誉。3月14日，于景柏然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归路》在湖南卫视播出，在剧中饰演投资总监归小一角，并为剧集演唱情感主题曲《青春无恙》。年纪轻轻的谭松韵出道后就不断参演如此多的影视作品，实属不易和难得。同时，她也参加了不少的公益活动。2013年12月20日，谭松韵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爱心书包公益活动发布会，并成为此次活动的形象大使。2014年9月19日，谭松韵作为爱心大使走进北京顺义太阳村孤儿院，探望孤儿院的孩子们，并捐赠爱心用品。10月13日邀约参加在北京举办的千僧菩提树慈善晚宴，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。2017年9月2日，谭松韵参加公益活动，被授予中国高山植物保护行动全球推广大使称号，并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高山植物保护行动中来。2020年1月，谭松韵为武汉捐款20万，致敬一线医护人员。3月，谭松韵与景甜、白宇合唱《平安回来》，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逆行者们致敬和祝福。10月18日，谭松韵担任中国世协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委员。2021年7月，谭松韵为期20河南暴雨灾情捐款50万元。2022年2月20日，谭松韵担任2022年北京冬奥会腾讯冬奥报道学武官。8月21日，泸州突发山火，消防抵达现场进行扑救，暂无人员伤亡。晚间，谭松韵转发微博为家乡祈福。2023年8月，谭松韵参加2023韩红爱心百人援龙江活动，前往黑龙江，为遭受水灾的人们提供支援与帮助。谭松韵在参演诸多影视作品和参加不少公益活动的同时，也斩获不少奖项及荣誉。2023年1月23日，谭松韵获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突破男女演员奖，获奖作品《向风而航》。2021年5月21日，谭松韵获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，获奖作品《以家人之名》。2021至4月，谭松韵获影视榜样2020年度总评榜人气女主角奖，获奖作品《以家人之名》。2021年1月20日，谭松韵获第5届金咕多网络影视盛典年度最佳女演员奖。2021年1月18日，谭松韵获第2届荣平传播盛典年度上升力演员奖。2021年1月18日，谭松韵获第2届荣平传播盛典荣平活力演员奖，获奖作品《以家人之名》。2021年1月1日，谭松韵获2020国剧盛典年度青春飞跃女演员奖，获奖作品《以家人之名》。2020年12月28日，谭松韵获第29届华鼎奖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，获奖作品《锦衣之下》。2020年12月28日，谭松韵获第29届华鼎奖全国观众最喜爱10佳演员奖。2020年12月28日，谭松韵获第29届华鼎奖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提名，获奖作品《以家人之名》。2020年12月5日，谭松韵获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口碑演员奖。2020年10月20日，谭松韵获第7届中国电视好演员奖和中国电视好演员、优秀演员网剧组女演员获奖。2020年9月27日，谭松韵获第4届网影盛典年度最佳剧集女演员奖，获奖作品《以家人之名》。2019年，
谭松韵获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，所获奖项及荣誉太多，就不一一介绍。笔者张存猛初识谭松韵是在2021年10月17日，他在成都参加某品牌推介活动现场，并对其做了简短的采访。对于谭松韵这位新生代演员，笔者张存猛有着自己的看法。有人说谭松韵的作品虽然容易出爆款，但是她出演的角色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。为了证明自己，谭松韵2021年在《锦心似玉》中饰演罗11娘一角，剧中的她一改往日可爱甜美的形象，造型大气优雅，看起来很是温婉贤淑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谭松韵在2021年4月的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中饰演了国民文艺女神王会悟先生一角时，她穿着了很多套旗袍，尽显民国时期女性所具有的优雅、知性、温柔和大气感，一举一动皆是风情，将我们的视线牢牢抓住。如果你见过谭松韵，你很难不喜欢她，所以她能火也在情理之中。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都能让人感觉到他真诚的心。虽然一开始的他并不容易，但是现在也已经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女主了。就连岁月都格外怜惜她，不曾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。谭松韵这个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女孩，虽然没有过硬的家庭背景，也没有资本的力挺，但是她有着坚韧的性格，能接受质疑，能独当一面。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，不炒作，真诚地做自己，保持着热爱表演的初心，继续的成长。故笔者张存猛对谭松韵的评语是：谭松韵长相甜美，气质清纯可人，演绎角色非常有灵性。虽然她是一个典型的90后女孩，但其身上却散发出与其年纪不符的大气与成熟。谭松韵从古装剧《甄嬛传》到都市剧暖男的爱情与战争，再到偶像剧旋风少女，都一直尝试着用不同的角色来历练自己的表演功底，使之更加扎实。同时，她也用演绎的角色成功虏获到观众粉丝，这无疑是对一个演员最好的褒奖。自出道以来，谭松韵不靠颜值争宠，只用作品说话。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与进步，将清新自然的演技带给更多观众的同时，也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。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，希望她运气爆棚，越来越顺利，继续笑下去，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双引号，谭松韵，缘分是不可求的，缘如风，风不定，云聚是缘，云散也是缘。感情的事就像云聚云散，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风，缘去缘留，也只在人的一念之间。